好，川普呢在宾州的钢铁厂，对钢铁工人演讲的时候，突然说，你们为什么失业？你们知道吗？就外国这些钢铝啊，我们大量倾销，美国有1/4钢是进口的，所以呢，宣布25%涨到50%，是蛮随性的啊。一宣布以后，立刻要生效英国除外，因为英国他已经签好那个贸易的架构，但是英国也很难讲，随时也可能涨所以呢，6月4号正式生效那英国的最后一刻是躲过了但是这个躲多久也不知道了那另外呢，因为钢跟铝也不得了了你说比如说铝罐，好吧，冰箱的那个门啊，什么冰箱身体汽车因为都是钢嘛打出来的都要涨价了那从20%变50%，所以呢，消费者负担要加重了那中钢说他们的下游恐怕受影响，因为中钢出来的东西给很多下游去加工等等之类的那另外呢，这个美国这个钢铁商 Cleveland 这个股票呢涨了29%，因为在外国不能进来了，只好买我的产品了那白宫证实说呢，现在叫各国6月4号以前把你们方案拿出来，不要等那个90天了。白宫说是善意提醒怕你们呢以为说川普变成 TACO TACO， 大家就一直等，告诉你们赶快拿出来。川普被骂了这个 TACO 以后呢，我看起来很生气，所以现在立刻你们赶快钢铝也加到50%的关税，然后6月4号统统把案子拿出来但另外呢 ，Bloomberg 说本来白宫这边有3个人一直说川普跟习近平这个礼拜会通话，说现在恐怕会落空可能不会通了那但是王毅又讲说对话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他会见美国新任的驻大陆大使这中国通，他说呢对话大家会想说他不是讲对话吗？可是他这个对话跟那个通话还是有不同的，是不会通话现在不知道那为什么大陆可能不会愿意通？因为大陆的习惯就是下面人都谈好了，上面的通话只是一个形式一个礼貌。你下面都没谈好，现在美国的什么部长都不去接触了，说他们谈好再说，他往上推，因为我谈好没用他们2个可能，尤其川普可能一句话就否决了，我谈了半天谈个什么，里外不是人，所以呢，他们2个通话再说。那问题是下面案子都没有嘛，那怎么通呢？那大陆的商务部长王文涛说，这个 WTO 应该要对单边关税监督，就美国单方面加关税不可以的，向 WTO 告状，可是没用WTO 现在没什么作用，老美也不理你那另外呢，现在主要就是稀土了，美国管制老共的晶片不能外销，大陆就管制它的稀土说呢这个筹码还没有用完，说未来10年之内美国都追不上。不是没有稀土，比如加拿大也有但是你要怎么提炼那个稀土？你要怎么把它弄出来？所以大陆在上面蛮先进的。以前也没想到你会用这个来背给人家嘛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已经变成你搞我，我搞你，你这个背给我，我背给你那刚刚一个最新的消息说，搞不好又不见面了川普说习近平很强硬所以为什么我喜欢他，但他很强硬。所以看起来他之所以今天已经礼拜3了，对不对？这个礼拜没剩几天了，那本周能不能通了话呢？而且习近平也会担心你也不知道电话里讲些什么。今天跟你通过话，日本首相通完话后，川普立刻就回头骂日本了，对不对？人家跟他见完面以后，立刻回头就骂人家，所以你这个人捉摸不定那我跟你去通话，到时候还不知道被你怎么搞呢？所以呢，除非下面都谈好了，我们形式上通过话，否则的话呢，习近平大概也蛮有警觉的对川普马斯克也跟川普翻脸了，之前就有翻脸了，但是呢，川普还在白宫帮他开一个这个惜别会啦，永远呢我们都是朋友啦，也会跟我们这个各种这个建议等等。但是呢，马斯克对他这个新的什么 One Big Beautiful 这个 bill 很不满意的说这个好像我搞了半天这么三人得罪一老票人，对不对？我的了解，连华盛顿地区的房地产都下跌，为什么？很多空屋了，被 fire 掉了，没有工作在华盛顿地区了。然后呢，居然这个你在这边给我大放水，什么又增加社会福利啦，又减税啦，弄了个半天，我的这个绩效都被你抵消了嘛。所以呢，马斯克就骂说是令人作呕的、想吐的丑陋之作而且呢庞大、big、离谱，充满利益输送而且说你们投下赞成票这些议员呢感到丢脸，
你们明明心里很清楚，自己也了解做的错事，就为了川普还去投那个赞成票。这下民主党议员高兴了，说这马斯克讲就是我们想的、啊。共和党有几个议员也是反对的哈。好，那么川普呢？因为这个 Paul 这个就是他抵制，他是共和党议员。那川普就说他一无所知，是疯子啊，不支持我的法案，到时候我派人跟你去竞选啊。那另外呢，这个马斯克说令人作呕。白宫的这个发言人说呢，川普会坚持，不会因为马斯克讲，而且我们早就知道马斯克反对的，我们会坚持，我们还是要坚持哦。那另外呢，马斯克原来答应给川普3亿美元捐款给他，现在只捐了2亿，看起来不给了。说呢，这个还欠他1亿美元，很多钱呢。哦，这换句话，影响力可能是买来的。我们看一下。USTR sent this letter to all of our trading partners just to give them a friendly reminder that the deadline is coming up. 美国50%钢铝关税4号中午12点正式生效，川普发动的全球贸易战进一步升级。CNN 认为，尽管钢铝关税有望振兴美国铁锈区，带动就业上升，但使用钢铝的制造行业成本大涨，导致美国3大汽车商股价下跌。而能够激励股市的消息，则是白宫努力促成川普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时间点可能落在本周。严重破坏日内瓦共识。也损害了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川习是否通话，大陆官方还是没有正面回应。倒是外长王毅3號在北京會見美國駐華大使龐德偉，仍是話中有話。平等尊重係雙方交往前提，對話合作係唯一正確選擇。中美贸易摩擦还没解决，中欧贸易也起火。欧盟宣布禁止大陆医疗器材进口，大陆批评欧盟走向保护主义，喊话希望透过对话解决贸易争端。来，这个佩君。马斯克跟川普翻脸，而且口出恶言哦，当然是非常难看的局面。可是如果以过去川普团队成员离开的画面来讲，其实好像又不是那么意外。那当然最大的原因就是他这个坚决反对川普推出的刚刚赵大哥说的这个大而美法案呢，因为他先前应邀担纲这个政府效率部的功能，他去做了大刀阔斧删减各种联邦开支。那正当性当然就来自于说，现在要让这个联邦政府的财政黑洞可以减少，然后让美国的国债不要持续的扩大。可是呢，大而美法案呢，基本上是要扩大联邦开支，加上提供企业还有跟个人的减税，所以先不管最后的政策效果如何，最后可以预想到的结果一定就是联邦政府的支出一定会变得更加的扩大。所以对马斯克来讲，他又得罪了这么多人，然后做了这些事情，我帮你省钱砍人，结果我省下来的钱，你一转头你又要花掉，那就做白工啊，讲白一点就是让他增效。那华尔街在历经过去这几个月的这个川普全球大放火，但是又快速的灭火或熄火的贸易政策，交易市场开始有人说这是狼来了，然后利用这些这个震荡波段牟利的交易策略，也就是说，只要认定川普他一有新的这个关税或对外贸易策略的时候，市场会应声下跌嘛。可是他只要后续收回的时候，市场又会弹回去了。说实在的，目前为止，美国的证券还有商品市场还没有因此看到很明确的紧缩或者是不景气。那资金不管原本是冷或热，都因为它这个全球最大的这个造浪者进出都很频繁啊。所以如果我要讲这个替他把他想的聪明一点，川普会不会原本预想的状况就是现在这样子呢？他没有那么单纯。我觉得，当然马斯克你要说完全跟川普翻脸，我觉得不至于。但是他对于他2件事情，他一定会不断的批评。一个就是关税政策，因为关税政策对于他自己的产业，他很清楚的知道，我有大量的零组件需要靠中国大陆的产品进口。那如果说你今天呢？开动这个整个贸易战，那么它的特斯拉它其实在美国的那个制造率哦，其实已经是所有汽车产业当中最高的了。可是这样子它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它要发展的人形机器人，它也遇到了稀土阻碍，所以他很清楚知道这个关税战美国打不起。第二个部分其实就是这个大而美法案。我觉得这个大而美法案哦，我虽然知道说参议院里头其实有几个那种财政的那种鹰派，然后呢反对，可是我认为最后过的几率还是很高。可是这对于美国而言，其实是一个极危险的事情。它凸显了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现在它要再走到一个财政平衡，我认为已经是不可能了。马斯克弄到天怒人怨。不过减了1750亿美元，可是一个大而美法案
就估计每1年减少的收入或者增加的支出合计起来3000亿美元，所以一加一减，你的赤字变得更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其实正在走在一个很危险的悬崖边。这件事情不是我这么说而已，你看到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也是这么说，Ray Dalio 要出一本书告诉大家国家是如何破产的，你就知道现在他是在危险边缘。另外，他就要把他那个负债上限提到5兆美元了。5兆美元所以呢，那个也是让美国负债越来越多所以美国还蛮麻烦的所以呢，马斯克为什么生气那事实上，昨天台积电的董事长也说嘛，他跟美国去游说，他说我在美国设厂买很多进口很多设备机器你们关税要提高，我现在成本都提高了，我产品价格怎么会低呢？我们看一下马斯克跟这个川普怎么样讲。马斯克正式卸下美国政府公职大位，这回再度在 X 发文加大力道，公开大呛前老板川普。马斯克直接重话批评川普的大额美税改法案令人作呕，还说离谱又浪费公帑。马斯克加码猛轰，为这项法案投下赞成票的议员相当可耻。Elon Musk and I agree with each other. The GOP tax scam is a disgusting abomination. 马斯克发文一出，参议院民主党人点头如捣蒜，共和党则保守回应。We obviously respect everything that Elon did with Doge. On this particular issue, we have a difference of opinion. 至于白宫发言人李威特被记者问到时，一开始还冷笑以对。Look, the president already knows where Elon Musk stood on this bill. It doesn't change the president's opinion. This is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nd he's sticking to it. 川普确实很坚持，因为目前法案虽然已经被送到参议院等待表决，但时间还没确定。川普放话要在7月4号看到法案送到他的办公桌。川普大额美税改主打减税缩支，背后却是大砍医疗保健和粮食补助等等，来换取边境安全预算等各种政策，在美国早已引发不少骂声。这个案子这个是一个大又美丽的，反正川普都会形容这个又美丽又大又好又伟大的。他这个法案在众议院通过，也不过多1票，对，正反差1票而已所以到参议院会怎么样就很难讲来，王慧。我想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其实我认为这个川普还是非常想要跟这个习近平可以进一步的来做相关的一个对谈在刚刚提到的这个官旅的这个大会上面在那个工会这个大会上面，其实我从这个川普上任之后在谈这个对等关税，我第一次看到在那么多人面前，他的那个演讲完其实在下面是再次回到他这个就是刚刚当选的时候那样的一个气势所以我觉得他对内呢，因为我想现在美国境内也有非常多的人对川普是非常的有意见包含他们现在就算关税还没有真的涨起来，但是他们的很多的一个民生的相关的一个物资的一个价钱都已经跟着涨起来了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一场的一个战，应该是说贸易战里面，其实他当然最在意的还是习近平的部分。那我觉得他跟这个马斯克的这个之间目前可能还是处在一个大吹狗啦因为在这个马斯克要离开的时候，他前一阵子确实也帮他在这个效率部的部分做了蛮多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因为他还是一个商人，他手上的相关的这个产业里面，就像刚刚这个凤馨特别分析的包含像稀土的部分，确实中国的部分就占很大一个部分，尤其在那个提炼技术上面，全球有60%的这个稀土是来自中国，但是它有90%的这个技术可以来把这个稀土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提炼。所以我想在接下来，不管是在这个汽车工业或者在晶片上面，这个中国当然还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两边现在是一个磋商期嘛这个关税降到10%，当时大家在讲说，在这个日内瓦谈的时候，其实中国的稀土就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不管是川普祭出更多，他每天都反反复复了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最后还是要跟习近平这边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deal， 他才有办法心安下来。好，那么这边最新的新闻川普说很难跟他达成协议，跟习近平非常强硬虽然呢这个我非常喜欢他一直都喜欢他，未来也喜欢他，但是他很强硬，非常难达成协议，难搞不是，也不是难达成，是说你自己变来变去嘛。你说他变，对不对？你说他变，他本来要给你稀土，现在缓慢，也不是不给稀土，现在要慢慢审批。
但你这个从上次谈完到现在变了多少呢？对中国留学生到底有什么态度呢？你对他晶片到底什么态度呢？你高科技的抵制什么态度？是他中国说是你在变呢、你说他变，他说你变，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那我刚刚查了一下，稀土到底有什么用哈？稀土当然有各种用了啊，特别他们现在讲的时候，稀土磁铁。譬如说汽车为什么要等？现在如果说不行，汽车厂都要关门了，停工。为什么？因为汽车大家知道有引擎，对不对？我们不讲电动车了，汽车有引擎，汽车有马达。我们车厂坏，启动马达坏，汽车要启车马达干嘛？启动马达，启动以后才带引擎去转。那马达跟发电机基本上是两个，一个是用磁产生电，一个是用电然后产生这个在磁场里面产生动力。所以以前的磁铁比较贵，比较大。现在磁铁可以用稀土磁铁，可以非常小，而且价钱便宜很多，所以大家都已经变成这样。所以以前没有电脑都是人嘛，那现在没有电脑，电脑一坏了，机场全部停摆，为什么？都已经靠着它了。你这意思怎么改呢？不管是电脑的硬碟、风力发电机、耳机然后呢，这个马达这个各种东西都需要靠这个磁铁啊。那所以它光这个就好，不要讲其他的这个稀土。所以这里就卡死你了嘛。所以呢，美国现在很急啊。那美国也不是没有啊，乌克兰也签了约，但你要开发都很难的，不是那么容易就有技术，要提炼的技术。那中国已经搞了半天了嘛。那现在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嘛，你做晶片，我做稀土，然后你给我，我给你。那现在要大致各自搞的结果，大家都会落后，都会拖延。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立法院财委会邀请22个县市政府来商量地方补助款，因为行政被砍他们这个1/4嘛，所以呢，这个蓝白跟绿的委员呢爆发冲突。吴秉叡说他们是违法违宪的会议，要求散会因为财委会在开会嘛那新北、台北、台中副市长都在立法院那抗议行政院砍补助款，说这是恶意操作总预算这个叫你统删，并没有叫你删这个地方补助款你这是不可以的而且呢，你再穷也不能穷教育，不能苦孩子那很多删掉都是地方作为社会福利啦等等这些那特别是副市长林奕华说呢，这个因为行政院说追加预算你们觉得删不得追加预算呢那林奕华说这是两件事情这你故意这个浑水摸鱼指鹿为马那卢秀燕也说，我们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们要不排除提诉愿，行政诉愿，因为卢秀燕之前讲完提这个诉愿，他是说政府被告难看嘛，他说你如果再搞这个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也要提诉愿，也要这个打行政诉讼官司了那蒋万安说这是行政院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那另外呢，这个蓝营也说说蒋万安呢现在串联县市要提诉愿，说呢要当领头羊，不让中央来宰割这个蓝营的县市长。我们看一下。就要爆发肢体冲突，国民党立委郑天才想要挡下民进党立委赖慧媛，立刻被质疑动手推人。民进党立委吴秉叡提出会议违法，但国民党召委赖士葆主张是院会交办下来，双边吵个没完。委员会分贝器也将近100，被邀请来的各地方政府代表也很无奈。但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已经见怪不怪。每次只要有争议的事项，都会有这种政治上的互相攻防，所以在立法院常态就觉得这非常熟悉。耗了1个半小时，委员会空转，绿营提散会，最后表决国民党胜出，才继续开会。各地方反弹被删一般性补助款，但财政部主张10年来拨补地方的钱上兆元。近10年度普通统筹税款加计金融业营业税统筹税款短少的专案补助，累计拨付地方政府高达3兆1001亿元。如果要这样算的话，我们可以来斤斤计较。我们税收有一定的比例上缴中央，那种施舍的精神的那个心态是非常的不值得的这个被讨论但今天中央又要在克扣我们其他的教育补助款，我们无法接受。行政院有大法官会议当护身符，总预算根本不受影响，但地方政府有什么？什么都没有。行政院却一开口就要砍27%的地方一般补助款，我们拒绝这样任中央宰割。
一般性补助款被砍，各县市轮流上台发言，盘点影响层面，社福儿童弱势等预算，行政院之前抛出追加预算，但各县市不买单。依法就必须要给地方，所以这跟追加预算应该是2件事。是解铃还须系铃人，没有删减的预算要怎么追加，在法理上需要来研究。强调一码归一码，中央地方态度依旧有很大落差。那之前到底怎么回事？我觉得这个目前来说，就蓝绿之间，你就看它吵这么久，就是2个立论点嘛。那绿的就说你们就是统删乱删，你有权939的这个预算，你就是让行政院自己来处理。那我现在就是把636就是删地方的一般预算，你们说我们可以来删，就是如此。那蓝营的说法就是告诉你，就说 no， 我们当初叫你删的预算就是你把各部会当中真的要省下来的，而且是滥发的，你要把它弄出来。说939是要你在中央政府各部会当中来删，你今天怎么可以？删了303之后，636竟然叫地方一般性补助款，这个是法定上认为是不可以的。那绿营今天就说，你们叫我们随便删，我们就删给你看。那你所以你今天的会议是违法的，所以大家就是把这个22个县市，今天赖世宝、招委就是把22个县市的人站出来，大家来好好讲清楚。你删了我们6361一般性地方的补助款之后，对我们地方的教育、社福，还有所有事情会造成的影响。所以一开始是吵这个，后来大家就各退一步的方法，还是让这个会议能够继续进行，但是呢，也不太做处理，也就是说，让这些县市首长的副市长都能够把他们的困难讲出来给主计处，然后给财政部来听。但是呢，还是没有交集。你会发现，刚开始这个绿营的人就不断在炮轰，你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总预算被删了，才会造成这个影响？那当然，这个主计长还有我们的财政部长都是这样说，是。但是当我们蓝营人上去的时候呢，就一一来逼问，就问几个很简单的问题嘛。你说我们已经删到不能删了，所以我们被迫只能删地方的，那我们就问嘛，你有问过每一个部会吗？真的不能再删了吗？你有一一去问吗？还有，你有去问过地方政府，我们如果删了这些预算，你们会造成什么影响吗？答案是通通都没有，就是他们自己说的算。所以各自方法，这个东西再吵太久，其实大家还是各执一词。包括我们现在目前在跑地方的时候，永远都是支持绿营人就说你们乱删预算，支持蓝营就说你怎么可以删我们的社福？所以这个讨论下去是没有任何意义。现在就是把法拿出来，这个法其实也很说得通哎。民进党在1月的时候，他们自己的脸书上面就公告，我们蓝营删了他们多少预算，然后他们特别有一句话讲得很清楚哦，像是一般性的地方补助款是不可以删的范围之下面，我们还要承受88888。你都已经讲清楚，一般性的补助款你都不能删，你今天还大大的把一般性补助款6361就直接把它划下去，然后也没有问过各部会，也没有问过地方政府，就是一个公告。所以你难怪会引起民怨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目前为止真的是没有在演了啦，什么都是他们自己说了算。最后一个就是当初要他们要主计长今天特别讲出来，他当初是有3个不同的 plan 的，然后丢给卓荣泰院长来去选，他就选择了这一个删631的一般性的伤害地方的法案，另外2个我们叫他拿出来，我们就好好来比对一下，到底你为什么不选另外那2个，然后一定要选帮我们地方政府的这个631来做处理，叫他拿出来嘛，大家比对一下。香牛，我第一个就是地方一般性补助款本来就是所谓的法定支出了。所以说大家都讲说删的时候不会去动这一笔，就像我们不会去删人事费一样嘛，因为它是有法源依据的嘛。好，这是法定支出的部分，我想大家都已经重复论述，我就不再多讲。那第二个是我当初咨询行政院秘书长的时候，我有问他，我说你在遵节，因为统删的用意就是让你遵节嘛，让你不要花那么多钱嘛。这个国家从2016年2兆就可以治国，到现在要3兆1000亿，不应该踩一踩刹车吗？所以统删只是这样其中一个手段，让你要遵节开支。那统删是授权他去调整嘛。在哪些地方可以把钱省下来？我那时候问行政院秘书长，我说你们到底有几套方案？然后你最后选择了伤害地方的方案。他当初是这个实问虚答，是没有办法提出任何方案。结果今天又变出来有3套方案，我不知道谁在说谎，我不知道谁在说谎了。但我想这一切不管有几套方案，结论就是他选择了用伤害地方的方式来处理，而且他是配着套来的。为什么？因为第三，他是有意为之嘛，因为他马上抛出来说，那不然我们就用追加预算的方式来处理啊。可是我们如果同意了追加预算，那就等于通通预算都没有删了嘛。你政府总开支也没有下降嘛，你连春节预算的大目标你都没有达到嘛，因为你绑架地方政府来情勒。第四，我觉得最要不得的是这个事情不能形成惯例啊。
你一旦让说只要我中央政府预算被删，我就挪到地方去砍地方的补助款，然后再逼大家用追加的方式来回避，那你不就是让预算删减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完全失灵吗？此恶例一开，你等于立法院把守人民荷包的功能就消失了嘛。所以我们当然要负隅顽抗，我们当然要反对，当然中央地方要一起对抗这不讲道理，而且甚至是违法乱纪的政府。那你们能够负隅顽抗吗？如何？我是觉得该过的法案嘛，我们这集在立法院，不管是讲民众党提的这样子的一个案子，然后大家就是要求做主决议嘛，或者是说专案报告，或者是没有法律效应，就是要逼我们很辛苦啦。或者是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的首长现在开始提诉愿跟行政诉讼，可是要2年穷尽一切手段去处理了。因为你诉愿绝对不会通过，那是行政院，行政院要打这个1-2年行政诉讼才有可能了。来，这个晚会。我觉得卓荣泰最后今天终于知道了，就是主计长其实给了他3个方案。当时我们就在讲说，是谁给了行政院长卓荣泰这么可恶又错误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想不到人家给他的不是只有1个，人家给了他3个版本，但是他却选了在地方政府的这一些。我问过第一线的这一些，像我们的社会处长，我有问过他，他说：“那些法定的。”不会删到吧？那都是那些弱势的社会救助跟社会保险的补助钱，是法定的不可能删到吧？我要告诉你，民进党就是会给你删到。我们过去在立法院，我觉得很清楚，在统删，什么叫统删预算？我跟你讲，早上大家讨论完，柯建铭以前最爱统删呐。统删完之后可以做什么事情？他可以马上下午主计长就算好了，你知道吗？其实他们是做得到的，但是他现在就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他做一件还在看边讪笑说做一件让你觉得删到会痛的事情，重点是你就已经违法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根本就应该要立刻恢复原来的一般补助款，让我们的各地方政府可以好好做事情。休息一下再回来。